马来西亚现任首相安华，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当年他叱咤风云的时候，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人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他在政坛上指挥他的部下纳吉和慕尤丁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出世呢。所以这帮年轻人可能会误认为纳吉和慕尤丁是安华的前辈，但其实是错了。安华早在1993年就当上了马来西亚10任的副首相。而那个时候的纳吉和慕尤丁首相，还有阿莫扎西等，都是安华的追随者，是安华麾下的大将，很崇拜安华的。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巫统的少壮派，是红院队伍的成员，而安华就是那个队伍的领导人。现任副首相阿莫扎西和首相安华的渊源，其实可以从90年代末说起。阿莫扎西当时还是巫统的青年团长时，便是安华的坚定追随者。到了1998年，10任副首相安华和10任首相马哈迪伐木，阿莫扎西曾多次扮演安华的炮手，公开批评马哈迪任人唯亲。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时，阿莫扎西曾公开说誓死捍卫安华。随后，阿莫扎西连同多位安华亲信和支持者，因烈火莫西运动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扣押，政途一度陷入低谷。所以这一次，安华和阿莫扎西能达成合作，共组联邦政府，多多少少当年的情谊产生了部分的推动作用。是阿莫扎西压制住巫统内部的反对声音，和开除了包括安努亚穆沙在内的4位重量级巫统领袖，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不过，巫统将在大选后的6个月内举行党选，到时如果阿莫扎西被赶下台的话，或将对安华的执政前景造成新的波澜。新的国政主席有可能不愿意与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合作，而国盟正在等待这个机会，期待新的国政领导人出现。所以安华的政权并非稳固如山，还存在变数的。Orang-orang Cina, Datuk Chu, you listen carefully. My friend from MCA and Gerakan, listen. Watch Malaran. Nita Warren.可是马来西亚人，我们是一家人。Tak faham tak apa, diorang faham. Mana saya cakap betul tak? Jangan main-main. Orang Sungai Nipah Bagadatuk pun boleh cakap Mandarin tau. Kesilapan PRU 12 dan 13 itu tutup sejarah. Sekarang ini saya berikan empowerment kepada MCA dan gerakan NGO Cina. Tarik balik semua pengundi Cina untuk menyokong Barisan Nasional. Sebab apa yang kita lakukan untuk orang-orang Cina sama dengan kita lakukan untuk orang-orang Melayu. Melayu wenti putah. Putih. Bukan untuk korang, faham? Dia orang. 但他确实是最坎坷的一位，因为他曾经的追随者个个都比他早当成了首相，除了阿莫扎西，也就是现在的副首相，而他自己却从当初的副首相高位直接掉落去监狱，无缘晋级首相。过后因为各种的罪名，一共被关了差不多10年。所以你会好奇，安华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原本他已经被认定是马哈迪的接班人，早在10至20年前就本应该可以登位成为马来西亚第5任首相，为何会拖到现在才来担任第10任首相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安华会不会是大马华人和印度人的救星呢？建立一个真正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如果你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安华出生在著名的马来西亚华人城市槟城的大三角。父亲原本是一名医院的搬运工，后来参政，在1959年至1969年间当选巫统威中区国会议员，同时在1964年至1969年间官拜卫生部次长。而母亲则是活跃于巫统基层的家庭主妇，所以安华一家人早前都是巫统的中坚分子。他和旺阿兹莎结婚，两人育有4个女儿1个儿子，长女努鲁伊莎也是前任的国会议员。
安华毕业于马来西亚大学，修读马来语本科专业。在1968年至1971年间，他凭着出众的口才，自然当选了当时的学生领袖，并同时担任马来亚大学马来语协会主席和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在1974年，他也当选成为马来亚青年理事会第2任主席，并联合创办了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组织 ABIM， 并担任了骨干成员，过后也升任为主席。这个 ABIM 组织虽然不是政党，但却在政治和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安华等人等了18个月才获得批准注册。而在这段期间，马哈迪已经被东姑给开除党籍了，离开了巫统，但出版了动摇东姑政权的一本书，叫做《马来人困境》（The Malay Dilemma），随即被东姑政府宣布为禁书。由于该书的论点被安华认同，于是，在70年代，安华就摇着这本《马来人困境》这本书在进行回教政治斗争。安华此举自然使当时的马哈迪很是感动。一本禁书竟然还有人敢于到处宣传，确实非凡之辈敢为，并有意将安华延揽麾下。安华就是有如此胆色，成为当权者眼中的叛逆者和鼓吹改革头号麻烦的制造者。当马哈迪在1981年升任首相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安华带入巫统，与他一起推动改革，并通过 ABIM 这个组织推行回教化运动。尽管在当时受到巫统元老的反对，但马哈迪就是不加理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在1982年全国大选前的1个星期，马哈迪宣布这名前回教青年领袖安华加入巫统，这也为他铺下康庄大道。加入巫统后，他立即参与大选，并成功攻下槟城唯一的回教堡垒区班东浦国会选区，随后受委为首相署副部长。1982年9月，他在乌青团团长职竞选中以183票对173票击败原任团长拿督苏海米当选团长。1983年，他受委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在1984年更出任农业部长。1987年，巫统爆发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党争，以东姑拉萨利和莫沙西旦领导的巫统 B 队直接挑战马哈迪领导的 A 队。安华当时选择支持马哈迪的 A 队，并且放弃乌青团长一职，改为竞选副主席。过后，他和拿督阿杜拉和万莫达成功中选副主席。由于他们的搭档马哈迪在1987年的党选中化险为夷，先是击败东姑拉萨利争夺巫统第一把交椅，后在1990年的大选中将东姑拉萨利组成的46精神党打得落花流水。因为他们2人的合作，使得巫统在1990年后相对稳定。此时的安华羽翼已告锋芒，更在1993年组成红院队伍，在竞选中崛起成为一股新势力。成员包括主理主席安华、副主席穆尤丁、纳吉和穆哈默泰伊。同年12月，安华出任马来西亚副首相，所以在那个时候，纳吉、穆尤丁也只是安华麾下的大将而已。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现任的马来西亚首相过去的表现和领导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只是期间无奈被抓进监牢蹲了4年。至于他为何会从副首相高位掉下来，然后被送入监狱呢？如果这期反应好的话，我将在下期继续更新，所以观众们记得帮我点赞、关注、收藏，还有大力分享出去哦。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华人只剩下22% 人口，在马来西亚还看到未来吗？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我将在下期继续更新安华的故事，如果反应好的话，拜拜。